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深了，台北的街道逐渐沉寂，只剩下偶尔呼啸而过的车辆与路灯投下的斑驳光影。捷运站内，一道机械化的女声在空荡的月台上回荡：小碧潭站，本站为本线终点站，请乘客注意车门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陈毅靠在捷运站的栏杆上，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。加班到深夜让他的意识有些恍惚，他低头看了眼手机，时间正好是11点50分，再晚一点就要搭不到末班车了。月台上没什么人，只有一位穿着灰色夹克的中年男子坐在长椅上，低头玩着手机，手指机械地滑动屏幕，偶尔发出几声无意义的咳嗽声。另一边，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人站在最靠近隧道的地方，低着头，长发遮住脸，看不清长相，也看不出她是否在等车。奇怪，她刚刚在那里吗？陈毅皱了皱眉，刚才他站在这里时，明明没看到这个女人，但他也懒得多想，可能只是自己太累，眼睛花了。列车的轰鸣声从远处的隧道传来，仿佛某种低沉的呢喃，在封闭的空间中回荡。灯光在地铁隧道口的反光玻璃上微微闪烁，列车缓缓驶入站台，车轮与铁轨摩擦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，车门缓缓打开，冷气混合着淡淡的金属味从车厢内涌出。陈毅走进去，随手抓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。他抬头扫了一眼车厢，发现这里的乘客屈指可数，只有几个散落在不同位置的人。一名穿着套装的上班族倚在座位上打盹，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年轻人盯着手机屏幕玩手游，还有一对情侣窃窃私语。但奇怪的是，刚刚站在月台上的那个白衣女人并没有上车。列车车门缓缓关闭，月台在视线中后退，最终被黑暗的隧道吞噬。陈毅下意识地往月台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却发现那名白衣女子依旧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列车。下一秒，捷运驶入隧道，车厢灯光微微闪烁了一下，黑暗的影子瞬间吞没了所有人的脸。陈毅打了个寒颤，心头不知为何浮现一股难以言喻的不安。他揉了揉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只是幻觉，可能他只是错过了这班车而已。但他却没办法忽视自己心底升起的一个疑问，如果他没上车，那刚刚列车关门前他看到的那道白色身影究竟是什么？列车在隧道中疾驰，昏黄的灯光透过玻璃折射在车窗上，隐约映出车厢内的景象。陈毅下意识地瞥向窗户，玻璃上映出自己的倒影，眉头紧皱，神色略显疲惫。他叹了口气，掏出手机准备刷些新闻或社交软件来打发时间。然而就在他低头的瞬间，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倒影中的自己，晚了一拍才眨眼，一股寒意猛地爬上脊椎，他的心脏猛然一缩，呼吸瞬间变得急促。错觉，一定是错觉，他告诉自己，可能是太累了，导致神经有些迟钝，但他的手指却不受控制地颤抖了一下。手机屏幕在掌心里显得格外冰冷，他鼓起勇气，再次抬起头，仔细盯着窗户，倒影中的自己依旧与他同步的呼吸，眨眼没有任何异样。他轻轻吐出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试图甩掉刚才的不安。然而车厢内的气氛却逐渐变得不对劲了，周围安静的过分，捷运并不是完全没有乘客。他还记得刚刚那位打瞌睡的上班族，玩手游的年轻人，低语的情侣，可现在整个车厢却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，甚至连列车运行的轰鸣声都变得模糊遥远，仿佛置身于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空间。他悄悄环视四周，却发现所有乘客都低着头，纹丝不动。那对情侣仍然维持着靠在一起的姿势，但嘴唇却完全没有动静。玩手游的年轻人手指停在屏幕上，画面静止不动，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。而那名上班族低垂着头，发丝遮住了脸庞，呼吸微弱到几乎听不见。他们是在睡着了，还是一阵诡异的不安感爬上陈毅的心头？他想要叫醒他们，想确认他们是否还清醒，但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发不出声音。就在此时，车厢的灯光微微闪烁了一下，
空气中似乎浮现了一丝细微的冷意，然后他看见了她，那个白衣女子正坐在车厢的最角落，低着头，缓缓地抬起手，梳理着她那一头遮住脸的黑色长发。她是什么时候上车的？明明她刚刚确定她没有进来。更诡异的是，列车明明已经驶离了小碧潭站，窗外一片漆黑，但她的裙角却似乎还在微微飘动，仿佛有风吹拂着她的衣摆。车厢内明明没有风，陈毅的手指开始泛起冷汗，他强迫自己移开视线，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，想要让心跳恢复正常。但就在他低头的瞬间，屏幕黑了下去，倒映出他的脸以及站在他身后的那个白色身影。他已经离他更近了。冷汗顺着陈毅的脖颈滑下，他死死盯着黑掉的手机屏幕，不敢回头。他离他更近了，心跳猛烈撞击着胸口，他几乎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，喉咙干涩的像是塞满了沙粒。他想站起来，想逃离这个车厢，可身体却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定在座位上，不能回头，不能看他。他僵硬地将目光投向窗户的倒影，试图确认他的位置。车窗上映出的光影微微晃动，他的身后那个白色的身影静静地站着，长发遮住了他的脸，双手自然垂落，指尖微微颤抖。更诡异的是，车窗的反光模糊不清，但他的影像却异常清晰，仿佛不是倒影，而是真实的站在那里。就连那苍白的肤色、微微隆起的青筋，以及手指缓慢收拢的动作，都纤毫毕现。他再动，一股彻骨的寒意沿着脊椎窜上头皮，陈毅的指甲狠狠扣住掌心，指节因用力过度而泛白。他不想看，但却无法移开视线。他的手缓缓地抬了起来，他没有动作，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但他的倒影却在车窗上以一种扭曲而诡异的方式慢慢伸出一根手指，朝着他的方向指来丝。空气中传来一道极细微的吸气声，就像是有人缓缓张开嘴，舔舐着唇角，或者说靠得足够近，近到可以嗅到他的气息。陈毅的头皮炸开，心跳疯狂跃动，全身汗毛直竖。就在他几乎要崩溃地闭上眼睛时，车厢的广播冷不丁地响起：下一站景美，请乘客。机械化的报站声音顿时打破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寂静，耳边的压迫感也瞬间消失。陈毅猛地回头，车厢里空空荡荡，哪里有什么白衣女子，角落里的座位空无一人，甚至连衣角的痕迹都没有。刚才的那些异样，那种逼仄的窒息感，仿佛都是自己的错觉。他喘着气，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，周围的乘客依旧维持着原本的姿势，情侣依然靠在一起，手游少年依然盯着屏幕，甚至连那名打瞌睡的上班族都没变换姿势，就像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他强迫自己冷静，告诉自己可能是太累，产生了幻觉。但当他再度望向车窗倒影时，却猛然僵住。倒影里的车厢角落明明空无一人，可在他的身后，那道模糊的白色身影依旧站在那里，微微低着头，缓缓地露出一抹渗人的笑意。叮，列车缓缓停靠在景美站，门外的灯光透过车窗洒进来，稍稍冲淡了车厢内的冷意。车门打开，几个乘客陆续下车，月台上还有几名疲惫的上班族站着，准备搭上列车。陈毅仍然僵在原地，呼吸急促，他的目光死死盯着车窗倒影，确认那抹白色的身影是否还在。但就在捷运进站的瞬间，窗户倒影一阵模糊，那诡异的白影瞬间消失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他的喉咙滚动了一下，手指下一时攥紧了手机。是自己的幻觉，还是真的有他存在？他努力调整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告诉自己，也许只是太累了，才会出现幻视。是的，一定是这样，没什么好害怕的。呼，他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决定不再多想。这时，几个新上车的乘客打破了车厢的死寂。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，环顾了一圈，选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。紧接着，一个穿着黑色连帽外套的年轻人拖着一只行李箱进来，找了个角落坐下，戴上耳机。陈毅稍微放松了一些，觉得车厢里终于有了些正常的人气。但下一秒，他
他的心脏猛地一缩，他猛地回头，看向刚刚在车上的那些人，那个低头打手游的少年呢？那对情侣呢？那个睡着的上班族呢？他们全都不见了。这不是那种刚刚下车了似的消失，而是车门打开前的那一刻，他们还在座位上，可下一秒就凭空蒸发了，没有任何人下车，没有任何动静，他们就这么不见了。陈毅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，手指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扶手。不对劲，真的不对劲。他用力咽了口唾沫，试图让自己理性思考，但大脑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我要赶快下车。这班捷运有鬼。下一站万隆。广播声再次响起，列车缓缓启动，驶入下一段隧道。车厢的光线再次微微闪烁了一下，在闪烁的灯光下，他清晰地看到对面那名穿黑色连帽外套的年轻人正在缓缓抬起头，但最诡异的是他的脸根本没有五官。车厢的灯光闪烁了一下，像是电压不稳，冷白色的光线映在车窗上，投下扭曲的影子。陈毅的血液瞬间冻结，对面的那个年轻人依旧戴着黑色连帽外套，保持着低头的姿势。只是此刻他缓缓地抬起了头，但那张脸上没有五官，没有眼睛，没有鼻子，没有嘴巴，只有一片苍白光滑的皮肤，如同一张未完成的人脸，干净得令人毛骨悚然。他的喉咙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掐住，所有的呼吸、声音、动作都被死死封住。咚！年轻人歪着头，像是在看他。尽管他没有眼睛，但陈毅却清楚地感觉到，他的视线正锁定着自己，冰冷、空洞、死寂，如同一块没有温度的墓碑。咚！年轻人站了起来，行李箱缓缓倒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陈毅的指甲死死掐进掌心，他的理智疯狂尖叫着逃，快逃！但他根本动不了。车厢的气氛变得诡异而压抑，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，他甚至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，心脏疯狂跳动，却无法驱使自己的四肢。沙沙，无脸男子缓缓迈步，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在死寂的车厢里回荡。一步，两步，他正朝着陈毅走来。陈毅的背靠着座椅，手指抓紧扶手，浑身冰冷。不行，他不能坐以待毙，他必须想办法离开这个地方。就在此时，车厢的广播响起，下一站万隆。机会！陈毅用尽全身力气，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疯狂冲向车门。车门缓缓打开，他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，双腿因恐惧而发软，差点摔倒在地。他喘着气，回头望向车厢，车门即将关闭，车内空无一人，无脸男子不见了。这一刻，站台上的空气带着熟悉的闷热感，人群的声音也重新回到了耳边。陈毅浑身冷汗，颤抖着后退几步，心脏依然狂跳不止。还好，还好，他终于从那诡异的捷运逃出来了。但就在他准备快步离开站台时，余光却瞥见站台上的电子时钟时间依旧停留在11点50分，他的呼吸瞬间停滞，瞳孔微微颤抖。时间根本没有流动过，他真的逃出来了吗？站台上，人群熙熙攘攘，耳边是熟悉的报站声，列车进站的轰鸣，还有站务员的广播提醒。但这一切在陈毅的耳朵里，仿佛隔着一层厚重的水雾，真实却又不真实。他死死盯着电子时钟，11点50分，分秒未动。怎么可能？他冲下捷运，明明已经过去好几分钟，但时间却像是凝固了一样，停滞在11点50分，不再前进。更诡异的是，站台上的乘客动作也变得奇怪了起来。那个穿白衬衫的男人手上的咖啡杯倾斜了一定的角度，热气却没有丝毫散去，连空气中的蒸汽都静止不动。那名低头玩手机的女孩手指悬停在屏幕上，一动不动，像是按下了暂停键。远处，一个小男孩牵着母亲的手，正要跑向月台边缘，但他的脚悬空着，永远停留在半步的动作中。陈毅的头皮炸裂，喉咙干得仿佛能裂开，他猛地后退2步，却撞上了冰冷的站台柱子。怎么回事？
他低声喃喃，眼神惊恐地扫视着四周，试图找到一个正常的人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模糊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你也发现了吧？”陈毅猛然回头，站在他身后的是一名穿着灰色连帽外套的年轻男子，头微微低着，眼神藏在帽檐的阴影下，脸色苍白的不像活人。什么意思？陈毅的声音发干，死死盯着他。那名男子缓缓抬起头，露出一张布满黑眼圈、脸色惨白的脸。你已经出不去了。陈毅的心脏猛然一缩。神什么意思？他的嗓音微微颤抖，直觉告诉他，这个人知道些什么。男子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刚刚坐的那班捷运，不是正常的捷运，它根本不存在。”陈毅的脑袋一片轰鸣，冷汗顺着额角滑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明明坐上了捷运。他下意识地反驳，但话刚说到一半，自己却愣住了。对啊，那班捷运真的存在吗？从他踏进小碧潭站的那一刻起，整辆车厢就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。那些沉默的乘客，那个低头的白衣女人，突然消失的人影，还有最后那个捂脸的男人，一切都透着不合理的气息。灰色帽衫男子轻声说道：“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捷运站里的人流一直在动，站台的广播还在播放，但时间却没有向前走。你现在已经不在现实里了。”陈毅猛地抬头，眼神惊恐地看着四周，站台依旧人来人往，但他却忽然意识到，这里的一切仿佛只是一个循环播放的影像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相同的瞬间。乘客们的动作毫无变化，就连空气的流动都像是被人为操控，冻结在某个固定的时间点上。一股极端的不安感从心底涌上来，窒息感几乎要吞噬他的理智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我要怎么离开？他的声音已经带着些许颤抖。男子深深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，露出一抹古怪的笑意。想离开？当然有办法。他慢慢靠近，低声在陈毅耳边说道：“下一班捷运来了，你敢不敢再次上车？”